下次要协商的时候发正式通知哦。老柯今天等于认的啦，没有结果是什么结果？律法院结束了。哦，你中午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接待外宾哦，韩国瑜你开会在吃水煎包啊？我看主席应该是不会喊休息吧？黄国昌真是酸爆了，就在酸说你民进党无理取闹啊，可以跟主席报告吗？还是说等一下吗？又等一下这种事情吗？真的是很臭哎！民进党这一次因为下不了台，最后呢都是把锅甩给议事人员啊。那为什么韩国瑜要低调处理呢？他等于是基于善意啊，把很多事情给扛下来了。其实就是在保护议事人员。陈亭妃间接还了韩国瑜一个清白，就是接见外宾之说是个乌龙，到底是谁传出来的？乱传一通啊！陈亭妃不在现场，王宏威说他没看到，他来这边喊冤的啦，大人冤枉啊！我明明有在现场，我必须说这件事情王宏威失误了。今天真的要给黄国昌委员刷个赞赞赞赞赞。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池克谋事件呢，可以说啊，整个6日啊，像你看洪申翰哦，从头到尾连发7篇文，偏偏都翻车，还不小心把陈迪飞都给卷进来了，尴尬到爆啊！那所以这个池克谋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对，所以池克谋事件送他一个。民进党立委上班迟到的理由啊，各种梗图满天飞啊哈！洪申翰34分念完我名字，36分我就到议场，我是早到，不是迟到。好，林楚英，我差一点从中心大楼8楼跳下去。郭国文，立法院运作不是医院挂号跳号就过啊。陈亭妃，生气，生气，生气，我超级生气啊！对大家呢，知道，你看多么的气急败坏啊，完全没办法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过程啊。早上我的党团的朋友就在讲，就我在回报嘛，我们就关心一下今天的状况。我们本来以为今天有赛评可以做，但今天只能做这个委员会的赛评嘛。那今天为什么政党协商没有赛评可以做呢？因为今天是密室会谈。那为什么是密室会谈呢？今天其实不是正式的党团协商。好，讲到这里就要讲一下立法院运作规则了。立法院运作规则呢，苏家全之后改了一个方法院长后面的小房间开会讨论的政党协商，或叫做陶冶协商，党团协商，这种呢协商的方式呢，要全程直播YouTube 上去。那个要录正式会议记录的这个要事先要安排，所以包括你的场地都要做登记所以今天呢，对，你可以叫类协商。所以今天这个后来没有结果，然后开会又密室开会。我看郭正亮他说心里冒出了5个字，我不知道是哪5个字好吧。总之呢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就没得看。但是有出来开记者会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开记者会的部分我们其实在里面主要是听他们在讲他们的想法，心里面风驰电掣，千回百转。想了一下，你看很少看黄国昌顿那么久，我们还加速了那我跟珊珊一起进去，我们就他们2个跟院长报告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现在在进行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因为如果是党团协商的话，那大家也知道党团协商有党团协商的要求嘛。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些，那需要在有指定的地点嘛，然后要全程直播，一个正式的场所当中直播整个党团协商的过程。那但是我们也跟韩院长强调今天因为是院长通知，基于对院长的尊重不要让各位就误会说我们民众党都不干我的事主要是提醒院长就是说也怕院长满腔的好意，结果事后还被人家背后再补一枪。他在讲谁你知道吗？他在讲柯建铭没有按照党团协商的程序。我刚非常怎么没有按照党团协商的程序？为什么黄国昌讲这个？因为没有录影你没有直播没有录影，你怎么知道他到底讲什么？那外界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最后希望让韩院长比较好处理，所以我们就表达一个看法就是韩院长裁示就好。这一局就是院长说好就好了不干我的事韩院长如果他裁示什么样的结论，台湾民众党这边都会接受。小心被人家开枪院长你说的算。跟你讲，黄国昌企图心真的很强。黄国昌这一届真的很拼你看我就说上面要哄台科批，中间呢是笼络珊珊下面呢要安抚招资他这一届任重而道远可以说整个民众党党团呢就是靠了黄国昌一个人努力努力再努力这还没有裁示下来就对，应该还没有因为我们刚刚这2点报告完了以后，我也很礼貌的跟院长说明我们等一下其实还有其他的工作，包括我卫环委员会我也还没有质询
因为我到卫管委员会的时候叫到我的名字，我如果不在的话，我看主席应该是不会喊休息吧。黄国昌真是酸爆了。像我今天早上财政委员会跟教文委员会冲到，那我也没办法，我也不能叫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说等我一下，等我那个教文的咨询完以后，因为我教文咨询完再赶上去，财政就已经散会了，所以我们下午还有其他的工作，那我们很诚恳的跟院长报告了我们刚刚那2点看法。那也取得了院长的同意，所以我跟珊珊就先行离开。其实他非常的酸呐，他就在酸说你民进党无理取闹，这边乱啊，可以跟主席报告吗？还是说等一下吗？又等一下这种事情吗？真的是很臭顺便把这个茨克摩臭了一遍哦。今天真的要给黄国昌委员刷个赞。我相信韩院长的智慧啦，我必须要讲他等于是基于善意把一些事情给扛下来了。所以我说黄国昌真的懂说话的艺术，他等于是基于善意把很多事情给扛下来了。扛什么？我跟你讲民进党这一次因为下不了台，最后呢都是把锅甩给议事人员绿委的那个质询的车祸现场他把他怪罪给韩国瑜跟议事人员那为什么韩国瑜要低调处理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在保护议事人员那议事人员倒霉，你知道吗？那韩国瑜的个性就是会扛这种事嘛。你看他在北农就是这种个性嘛，他就对下属非常好，除非你贪这王法，我肯定把你干掉。你看最近应该是主任吧，还是处长换人了嘛，但就是会处理你。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基层员工，他一定很保护他其实针对整起事件，他们有做一个完整的行政调查报告。好，你看所以秘书处自己做了一个行政调查报告，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对卫福部、对台北市政府、这个儿福联盟很不爽。那凯死了3个月儿福联盟到现在没有行政调查报告，卫福部没有，台北市政府没有，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没有，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也没有，烂死了。这个我们整个卫福单位烂到极点，比不上立法院的议事处。我想院长或者是秘书长觉得时机适当的时候，再跟社会大众公布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最后的报告谁要来定调？当然是院长还有这些总召们要定调嘛。那我认为黄国昌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呢他没有把话给讲透，有些话就不能讲透嘛，因为这个他一旦表达意见就是定调嘛，那一旦定调就会有政治后果，政治后果如果最后民进党又把罪过全部推给议事处的话，那议事处的基层员工就是有人要受惩处了嘛。下一个陈廷飞我们做媒体记者好，终于还我一个公道这几天的纷纷扰扰，画面会说话。他来这边喊冤的啦，大人冤枉我明明有在现场。我必须说这件事情王宏威失误啦。星期五的当天的早上，质询到最后的时候，王宏威质询是从11点到快12点的时候开始质询，质询到结束的时候是刚好12点07分。后面呢，陈廷飞有15分钟质询时间，陈廷飞要接上去质询的话，因为已经超过12点，所以一般休息你要从下午开始质询。王宏威跟陈廷飞在吵什么呢？陈廷飞不在现场，王宏威说他没看到。是这样的。早上讲的，就是我11点40从这里走过来，然后到我的位置，所以他的记录当中就是大概11点45左右，陈廷飞委员就记录到议场里面。然后呢，当时候陈廷飞委员跟邱英委员确实是一个对调的一个状态。他现在是在讲说呢，因为他意思是对调，所以他本来跟21号的这个邱莹做了对调对调之后呢，他就是要接在王宏威的后面。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时候的议事人员就向主席韩国瑜院长去做一个确认。那韩国瑜院长说还是一样，就是质询到这个王宏威委员，因为可能他中午有要接待的事情。那是不是传了之后变成外宾，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水煎包传说的由来啦。这个洪胜他们不是跑去冲那个韩国瑜办公室？韩国瑜你开会在吃水煎包你中午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接待外宾这个当下洪胜他们非常生气，是觉得说中午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接待外宾，然后呢你处置不当所以才导致陈廷飞不能报告，所以造成后面一连串都出车祸，就是你中午吃了水煎包。还有这个乡民就把他P图有没有？我要水煎包，想独吞你，不等我就上会民主水煎包不辣加谢谢我跟你说，小街有苏丹红。陈廷飞说真的是意外被牵扯进来
因为呢，洪申翰为了要证明自己不是浪杠迟到翘班，他呢就连发7篇文，当中就有提到陈亭妃啊，所以陈亭妃就莫名其妙被卷入了这个事情里面哦，我是冤枉的。王宏威呢就呛陈亭妃说啊，你又不在现场。那事实上陈亭妃是有来现场，我目前还没看王宏威怎么处理了啊。后来因为陈亭妃下午排其他事情，所以他早上执行不到，他就改书面。陈亭妃间接还了韩国瑜一个清白，就是所谓的外宾接见外宾之说是个乌龙，有没有？所以接待外宾之说到底是谁传出来的？乱传一通啊！可是起码确实在当场就表达我改为书面，所以他很生气，说你议事处太晚把我切成书面质询。陈亭妃是想要拼台南市长的人，陈亭妃如果在这边摔一跤的话，他变成因为他改书面，等于是他没质询呐，那如果被抓出来编的话，对他的声望很伤，所以陈亭妃一定要争到底，说我本来有要质询，是因为这个宣布下午，所以我没办法质询，而且第一时间没有写上说改书面，那是议事人员的错。那为什么黄国昌说那个有行政报告但是有些话不方便说，还是给院长来才是？就是遇到这种状况，议事处也怕被立委搞嘛。所以呢，干脆自己吞。这个自己吞里面有没有行政疏失或什么？所以现在变成说就要定调是议事处的错嘛？为什么黄国昌说很多事情韩国瑜在帮忙扛？就是这样来的。由画面所呈现出来的文字非常清楚，这整个事件会被国民党用一个看板来变成他们的主攻对象。有没有？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件事，他最在意的就是说，他如果被一个看板变主攻对象，他就挂了。他最怕被谁打？其实民进党会修理他，你知道吗？所以他背不起啊，这个锅我不能背啊。所以其实真的对不起议事人员的是国民党。好险老娘下庄了，台南市长还有机会啊！以这一次立法院所发生，跳过质询相关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让所有国会议员要深深来省思的一个问题。既然今天要质询，代表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改成书面，亦或者是缩短质询的时间？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是来监督政府的，都是来表达我们所有的民意。我们在这里再三的强调，国民党一切依照议事规则走。好。国民党一切依照议事规则走。根据巧芯的说法了，昨天晚上在国民党的立委的群组里面，就10几个人将近20个委员前前后后这样表达，不要对民进党妥协，不给补发言，就是按照议事规则走。哪一个议事规则呢？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9条第2款。登记发言之委员，经主席唱名3次仍不在者，视为弃权。今天柯建铭他就说，这个是讨论，这个不是质询呐。但如果你去翻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质询并没有另外规范，而且事实上质询就是一种开会，只是在那个时候的开会的 moment 叫做质询。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很坚持，国会要有一定的一个原则。而且承负民间所有的托付，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质询时间把它完毕，而且绝对不会缩减。好，我们再次强调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国会的议事规则。刚才在里面当然主要是以沟通方式大家来谈嘛。我一开始就讲，今天不要针锋相对，也不是朝野协商，都是理想活动来谈。所以不是朝野协商，你听到他们。不要针锋相对，所以不是朝野协商。其实老柯也知道这一届只要你开直播瞧议事，就基本上很难瞧得动。陈建辉来让他陈述事实，那议事处也表达他们的看法，过程怎么样？先把这个对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有点态度不大一样啊。态度不一样。就是说过去有案例嘛，过去有案例就是说朝野乡重新来，要正经1次嘛，不然他有2次。有时候在议场的时候跳过去。主席会走来，总召你上来一下，给他们重新讲好不好？那我 OK 了。跳过，然后找总召来，你总召也不在现场啊！你礼拜5的答询，你根本就没人在现场，只有一个立法委员，那个人叫做韩国瑜，全场净空，没有人，好吗 ？Nobody there，OK， 好。示范这边，下次要协商的时候，花正式通知，那直播就这样，好不好？老柯今天。等于认的啦，就没有结果是什么结果？我跟大家讲，其实讲到这边已经结束了啦。下次要
这个协商的时候发正式通知啊，就这样了啊。所以今天呢，其实就跟我的封面标题写的是一样的啊，绿法院结束了。